星辰计划能拿下3000万，程万兴是第一功臣，公司绝不会亏待真正做事的人。技术总监楚生，程经理，我这边收到的通知就是这个安排。陈总刚说第一功臣，转头让我签这个。万兴，别把岗位看得那么重，项目是团队成果，谁做总监位置都是为了公司更好。项目出问题，我是负责人。项目签下了，我连名字都不配出现在晋升名单上。星姐熬了多少个通宵？客户答辩是谁撑下来的？大家都看得见。万兴，今天是庆功会，别让大家难看。让我难堪的是这张纸，还是这份名单？公司晋升会综合考量管理视野、协同能力和长期规划。你是项目主干，公司不会亏待你。不会亏待，就是让我签字认可安排，再继续把2期项目交出去。这份确认我不签。原来这个项目从奖励到晋升都不需要写我的名字。欣姐，他们不是漏掉你，是把你从自己的项目里抹掉了。你看，所以我得问清楚。你要去找陈总？我不是去吵架，我是去要一个解释。陈经理，陈总现在不太方便，您有预约吗？没有预约，但这件事我需要当面问他。对。万兴，今天现场人多，你刚才那样说不太合适。我只想知道，星辰计划的核心方案、客户答辩、压测和2期验收都是我负责，为什么晋升名单里没有我？你的技术能力，公司一直认可，但晋升不是只看技术，还要看管理视野、协同能力和整体安排。所以楚生负责拿位置，我负责把项目继续交出去。别把个人感受放大，公司有公司的节奏。你是骨干，不代表每一步都要按你的想法来。项目需要人担责任的时候，我是负责人；项目需要分结果的时候，我只是骨干。这张确认单先签了，2期验收马上开始，客户那边不能乱。我不会签一个让我默认不公的东西。欣姐，陈总怎么说？他说让我看大局。他们的大局就是让你干活，让别人上台。张宁，今天的客户风险报告照常发，你们的工作别受影响。欣姐，你要写什么？你真要走？我不是赌气，我只是发现这里已经不愿意给我一个公平的位置。陈经理，陈总现在在看2期排区，正好我也是为2期来的。又有什么问题？陈总，这是我的正式决定。万兴，你这是什么意思？今天名单的事儿，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没必要做到这一步。陈总，我说过了，这是正式决定。你是公司培养起来的核心骨干，星辰计划也还在关键阶段，现在走，对你对公司都不是好事。对公司不好，还是对项目交付不好？别把话说得这么生分。今天的安排是我考虑不周。这样，我给你补一笔项目奖金，下季度主管位置也优先考虑你。陈总，我要的不是补偿，是尊重。万兴，星辰计划2期3天后就要给客户技术说明，你现在离职交接怎么办？按公司流程交接。流程？这个项目不是普通模块，核心架构是你搭的，压测方案是你定的，客户所有技术问题也都是你在答。楚生刚上任，很多细节还需要时间熟悉，你至少等2期验收过了再说。他是技术总监，不是吗？
公司既然认为他更适合管理星辰计划，就应该相信他的能力。万星，我承认这次安排让你受委屈了，但项目不能停，公司也不能在客户面前失信。你提条件，我们可以谈。我现在唯一的条件，就是公司按流程接收我的辞职申请，并安排正式交接。欣姐，怎么样？申请已经递了。陈总同意了。他会同意的，因为从这一刻开始，星辰计划所有事情都要走正式流程。那2期客户说明怎么办？请楚总监准备，我会配合正式交接，但不会再做任何非正式兜底。2期核心电路资料先发我一份。万星，资料我刚才发你消息了。2期客户说明很急，你先把核心链路给我，交接文档后面慢慢补。楚总监，核心链路属于正式交接内容，我会按流程整理。别把事情弄得这么僵，大家都是为了项目，你先配合一下。我一直在配合，只是从现在开始，所有配合都走正式流程。客户下午就要听技术说明，你明知道我刚接手，还把资料卡在流程里，这不是让项目难看吗？楚总监，项目不是今天才复杂。我知道，你接任之前，公司已经确认你具备管理能力。各位，我是陈婉欣。欣姐，怎么了？通知一下，从现在开始，星辰计划所有技术汇报、资料调取、客户答疑，全部走正式交接流程。任何非正式询问，统一回复不清楚，需要等程经理交接文档。明白。收到，按正式流程来。楚总监，资料我会交。至于你下午怎么向客户说事，就请你按技术总监的身份准备。欣姐，我们刚才都听见了，你要是真的走，我们也不想继续给楚生做非正式兜底。星辰计划从立项到压测，都是你带着我们一步步做的。现在功劳给别人，问题还要我们扛，这说不过去。楚总监刚才已经在群里问我要底层接口说明了，我没回。我怕回了，就又变成我们私下帮他补漏洞。你们可以不服气，但不能乱。工作照常做，客户报告照常发，代码照常维护，任何资料调取都让对方发正式申请。可他们就是靠你守规矩，才一次次把事情压到你身上。所以这一次，我们更要守规矩。只有所有记录都清清楚楚，责任才不会再被随便挪走。那我们听你的，正式流程怎么走，我们就怎么配合。不是听我的，是听流程。今天下午开始，每个人把自己负责模块的最新状态写进交接清单，风险、缺口、待确认事项，一个都不要漏。他们这么快就安排交接会了？明早9点，会议室 A， 参会人陈东、楚生、王明以及所有新任主管。那就准备好，明天开始正式交接。今天是正式交接会，你把星辰计划的关键资料说明清楚，后续由楚总监统一接手。把电脑接上投影，可以。交接从底层架构开始。星辰计划不是单一业务系统，而是由14个核心服务和37个辅助服务组成。2期验收的难点主要集中在高并发场景下的数据一致性、异常回滚和客户侧实时响应。说明，这里是核心链路。客户每一次匹配请求都会经过画像标签、权重计算、风框校验和结果回写，任何一个环节延迟超过原支，都会影响最终验收指标。程经理，能不能先讲重点？客户要的是结果，不是这些复杂图。这就是结果能不能成立的原因。
今天我会按正式流程逐项说明，每一项资料谁接收、谁确认、谁负责后续问题，都需要现场签字。现在，第一项底层架构说明，楚总监，请确认你是否作为技术负责人接收。底层采用异步事件驱动模型，这里有3条关键罪类，分别处理用户请求、结果回血和异常补偿。2期验收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异常补偿链路，为了保证高并发下来的数据一致性，我在这里做了定制化补偿策略。简单说，前端看到的是1次匹配，后台实际要完成4次校验、2次回血和1次斗底确认。陈婉清，你先等等，交接不是培训，你讲这么细，大家怎么接？楚总监，这是底层架构说明，不是培训。如果你觉得细，可以告诉我哪一部分不需要交接。我的意思是，你把系统做得太复杂了，正常项目不该这么难接。这套方案在立项评审会上通过过，评审意见里写得很清楚，项目难点就是实时匹配和异常补偿。楚总监，当时你也在评审名单里，所以你是当时没有看懂，还是现在忘了？陆生，坐下，让程婉清继续交接。程经理，我说句实际的，现在市面上成熟方案那么多，我们直接买一套不行吗？非要自己做这么复杂，时间成本谁负责？是啊，外部供应商还能包维护，客户要结果，我们买成熟方案，听起来也更稳。王主管，你说的成熟方案我做过评估。第一，采购和定制成本不会低于7位数。第二，通用模型无法满足客户的实时匹配要求。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星辰计划能拿到3000万合作，靠的就是这套自研画像算法。客户签约时明确写了，核心验收指标是匹配精准度和响应速度。如果换成通用方案，我们等于主动放弃合同里最有价值的部分。那也可以让供应商2次开发。2次开发周期最少6周，客户2期说明3天后就要开始。王主管，如果你决定换方案，请你现在签字确认，延期风险由市场部承担。交接可以继续。下一项，动态标签算法逻辑，请楚总监和王主管确认是否继续接收。程经理，交接不是考试，你讲的太专业，不利于团队理解，能不能通俗一点？可以。那我换一个基础问题：用户请求进入系统后，如果画像标签已更新，结果回血失败，补偿任务又重复再发，怎么避免脏写和重复扣减权重？这种情况一般加个锁就行。加什么锁？锁用户、锁标签还是锁回血任务？如果锁力都过粗，高供发下吞苏会掉多少？如果锁力都过细，重复补偿怎么合并？具体实现要看代码细节。这个问题不涉及复杂实现，是动态标签系统的基础处理逻辑。我们组实习生入职第3周就要能说清楚。楚总监，如果你确认接收，我会继续往下讲；如果你暂时无法确认，请在交接记录里写明，当前无法判断该模块风险。先记录。程婉清，你继续。动态标签模块，接收方暂未确认风险判断。下午客户说明不能空着，你们先把2期核心链路按旧版本整理一版给我，我拿去应付说明会。楚总监，这个需要走正式资料调取。星姐刚才已经说了，风险清单里有几项还没确认。我是技术总监，我现在让你整理资料。楚总监，
旧版本链路和昨晚最新补偿策略不一致。如果直接拿去讲，客户问到异常回滚，我们答不上来。那就先别讲那么细，客户听结果，你们把流程图简化一下。楚总监，简化可以，但不能改掉关键风险点，否则记录上就是我们提交了不完整说明。张宁，你现在是在拒绝工作安排？我是在按正式流程做事，资料调取请你发邮件，我们会把风险和版本差异一起写清楚。你说什么？楚总监，客户在问负责人。现在负责人是楚总监，所有人按正式流程等材料指令。你先回一句正在整理不就行了？他们要的是负责人和材料版本，随便回后面问细节怎么办？客户发正式邮件了。负责人是谁？材料版本在哪里？风险方案是谁在准备？陈总，我已经让开发组整理了，但是他们都说要走正式流程。正式流程已经在走。今天上午的交接记录里写得很清楚，2期风险判断，接收方暂未确认。陈万兴，你来我办公室。没事，所有记录都在。万兴，客户已经发正式质询了，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你先把2期说明接回来。陈总，我已经离职交接中，不适合继续以负责人身份对外说明。只要你回来，技术总监的位置可以重新讨论，项目奖金我给你补，薪资也可以调整。楚生那边我让他配合你。如果我想要的只是这些，第1级会议上你就可以给我。那你到底要什么？我要一个正式解释，为什么星辰计划的实际负责人被排除在晋升名单外？为什么我必须签确认单，默认这个安排没有问题？为什么楚生接收不了风险，却还能继续以技术总监身份对客户负责？我要的不是补偿，是边界。第一，撤回那张岗位确认单；第二，重新核定星辰计划贡献和职责归属；第三，后续所有交接记录由总裁办、技术部和项目组共同确认，谁接收谁负责。你知道这会牵动多少人吗？我只知道，继续把责任压在不该承担的人身上，客户那边也交代不了。婉星，你先别走，我们还可以谈。可以谈，但不是私下安抚，是正式处理。星姐，这说的不就是我们吗？别转发，别评论，我们只保存记录。陈总肯定会觉得是你放出去的。我只做了交接记录，至于外面怎么判断，是他们看到事实后的反应。婉星，行业群里的文章你看到了吗？这件事再发话下去，客户和投资方都会追问。陈总，我没有参与那篇文章。我现在不追这个，你先回来把2期说明接住，公司可以马上发内部更正，岗位、奖金、团队权限，我们都能谈。陈总，问题不是我回不回来，而是公司愿不愿意承认前面的安排有问题。
明天上午，董事会会开处理会，你也参加，我们当面谈一个正式方案。可以，只要是正式方案，我会到场。明天要谈什么？谈这家公司到底还认不认真正做事的人。万兴，昨天的事儿，公司内部已经讨论过，你在星辰计划里的贡献，大家都认可。客户质询和行业讨论已经影响到公司判断。我们今天请你来，是希望把问题处理在正式流程里。公司愿意撤回那张岗位确认书，你的项目奖金我们重新核定，技术总监的位置也可以立刻重新讨论。如果我想要的只是这些，昨晚电话里我就答应了。那你还要什么？我要先确认事实：第一，星辰计划实际技术负责人是谁；第二，二期风险为什么在交接中无人确认；第三，晋升名单制定时是否参考了真实项目贡献。这些记录是项目系统里导出的，全部来自项目管理系统、客户邮件和正式会议纪要，每一条都能追溯。楚生，这些贡献记录，你之前为什么没有完整提交？陈总，当时汇报时间紧，我只提炼了整体进度。所谓整体进度，就是把具体贡献抹成团队成果，再把管理署名放到最前面。这只是第一部分，接下来我想谈谈项目预算和采购记录。这些资料你从哪里来的？项目负责人权限是能看到的预算审批、采购申请、付款进度和验收记录，全部是公司系统里的正式数据。这批测试服务器审批价比同期公开报价高出接近40%，申请人是楚生，验收人也是楚生。测试环境要求高，普通报价不能直接对比，你这样截一张表很容易误导大家。所以我把完整流程也带来了，供应商成立时间、报价单、验收单、付款记录都在这里。这家公司之前和星汉有合作记录吗？没有，这是第一次合作，也是星辰计划目前最大的一笔硬件采购。当时项目赶进度，我只是选了响应最快的供应商，流程都是走过审批的。审批流确实走完了，但问题是价格异常没有说明，供应商背景没有补充，验收记录也只有一句满足项目需求。陈总，您刚才问我还要什么？我要的不是加薪，也不是口头职位，我要的是公司把这些事实一项项查清楚，再决定谁适合继续负责星辰计划。楚总监，这笔采购金额不小，为什么供应商成立时间这么短，还能直接进入星辰计划采购？项目当时很赶，常规供应商排期太慢，这家公司能按时交付，我才提的申请。这是当时另外2家供应商的回复邮件，他们都能在同一时间内供货，报价还更低。这2份报价，你当时为什么没放进审批附件？我当时判断他们服务能力不够稳定。但这2家公司过去2年一直给星汉其他项目供货，没有出现过交付异常。相反，你选的供应商没有任何历史合作记录。
还有其他关联信息吗？我不能直接下结论，但这家供应商的联系人和楚总监过往审批里的一个外部技术顾问使用过同一组联系地址。这个信息需要公司合规部门进一步核实。程晚星，你这是在暗示什么？同一个办公地址很常见，不能说明问题。所以我说需要核实。现在我只陈述系统里能查到的事实。这笔采购先暂停后续付款复核，相关资料交由内部合规小组重新审查。采购只是第一项，接下来是技术评审记录里被弱化的延期风险。第一次延期是接口设计变更，原方案要求先完成数据回写谢证，再接客户侧联调。但楚总监在评审会上建议先做外部展示版本。候补链路接任，后面补上了吗？没有按时补上，结果是客户联调时出现结果回写延迟，项目组紧急返工9天。那是当时为了满足客户展示需求，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所以我把完整记录放出来。会上我提出过风险提示，建议不要跳过回写校验，纪要里有记录。第二次延期是异常补偿队列重构，楚总监在周报里写成技术探索中的正常损耗，但实际原因是前一轮风险没有处理，导致重构范围扩大。损失评估是多少？直接工期损耗12个工作日，客户侧联调延期1次，额外测试成本和人力成本都在这里。这些情况，为什么最终汇报里只写了正常损耗？我当时是为了避免团队被客户误解，想把汇报写得稳一点。稳一点，不能等于把风险来源写没。项目可以有探索成本，但不能让真正提醒风险的人背延期责任。技术评审部分，我建议全部重新复盘。下一项是市场推广合同和客户转化数据。这是星辰计划1期推广合同，签约时间在客户确认合作后的第3天。合同金额不低，但对应投放数据只有3页。市场推广不能只看1、2组数字，品牌曝光有日后效果，不能用技术部那套算法判断。所以我没有只看点击量，我对比了投放时间、渠道反馈、客户来源和2期销售线索，4份数据都指向同一个结果，这些推广没有带来有效客户。这几家公司之前服务过星航吗？没有，3家公司都是星辰计划立项后进入供应厂，合同模板相似，项目模板相似，项目联系人也出现过重合。联系人重合很正常，供应商互相介绍资源，不能把正常合作说成问题。我不做口头定性，只陈述事实。第一，合同金额和实际转化不匹配；第二，供应商准入缺少完整比价；第三，验收材料支撑不了付款结果。王明，这些供应商是你推荐进来的？我只是按市场部需求提了几个选择，最终流程不是我一个人批的。流程确实经过多级确认，所以更要查清楚。3家公司验收材料不同，付款备注却都写着星辰市场专项，后续资金流向也指向同一家投资公司。这只能说明他们用了同一家代理服务。所以我建议合规部门调取完整付款凭证和发票附件。只要资金流向没有问题，王主管自然可以解释清楚。供应商之间怎么结算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你不能因为钱最后到同一家公司就说市场部有问题。如果只是1次重合，当然不能说明问题。但3家公司同月入池，同样缺少比价，
同样低转化。又在收款后2天向同一家投资公司转出服务费，这就需要解释。这家投资公司和王明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名字我都不熟，你们不能凭一张图就怀疑我。所以我没有凭一张图。启恒投资的工商联系人和王主管推荐供应商时留下的备用联系人是同一个手机号。很多代理公司共用联系人，这在市场行业很常见。那第3个重合呢？启恒投资的顾问协议签署人曾以外部顾问身份参加过星辰计划推广方案会，会议签到表上接待人也是你。这件事，你之前为什么没汇报？我只是介绍资源，具体合同都是按流程走的。流程不是遮羞布，公司钱从项目预算出去，绕过低效推广合同，又流向和推荐人存在关联的主体，这在内部合规里就叫关联交易风险。市场推广合同、供应商准入和资金流向，必须立即进入专项复查。现在事实部分说完了，接下来我要谈我的处理条件。婉欣，你说，只要能稳住星辰计划，公司可以重新谈职位和待遇。我今天谈的不是待遇，是处理方案。第一，楚生和王明立即暂停星辰计划相关管理权限，采购、推广、评审3条线全部进入专项复查，所有原始记录封存，不能再补材料、改备注。陈婉欣，你这是要把项目彻底停掉？停掉的不是项目，是错误决策继续扩大。第二，公司撤回那份晋升确认安排，重新核定星辰计划贡献，不是给我一个解释就结束，而是要向项目组公开说明哪些贡献被漏记，哪些责任被转移。公开说明会影响公司管理层威信，不公开，影响的是所有做事人的信心，管理层的威信不该靠遮住问题维持。第三，我如果继续接星辰计划，不接受口头任命，技术总监任命，项目全质权，团队调配权和客户沟通权限必须由董事会正式确认。你说到底还是想要权？我要的是责任和权限一致，没有权限的人被推出来背责任，这种事到今天为止。3项条件，我们会进入董事会临时议程讨论。如果董事会同意，你能把项目救回来吗？只要公司愿意按规则处理，我就按专业把项目带回来。楚生和王明的问题可以先内部复核。现在客户那边还在等，动作太大，会让外面以为星寒失控。现在不处理，客户和投资人才会认为星寒失控。项目风险不是人事争议，是治理问题。陈总，我真的只是推荐资源，市场投放效果差，可以复盘，但不能直接把我停掉。复盘需要原始记录完整，继续保留权限，就存在补材料、改流程、影响访谈的风险。我提议表决3项：第一，楚生、王明即刻暂停星辰计划相关管理权限；第二，采购、市场、技术评审进入专项复查；第三，程婉星技术总监任命进入董事会正式流程，并临时接管星辰计划风险处置。临时接管？那我这个技术总监算什么？在复核结果出来前，你不再代表项目做技术决策。同意。表决通过，总裁办和董事会秘书处准备内部说明，相关人员权限立即调整。星辰计划先交给你。不是交给我，是交回给真正负责的人。
真的处理了。这次不是内部安抚，是董事会和总裁办一起发的。只是复核，别传得太难听。欣姐，从今天开始，星辰计划所有事项按新流程执行。通知核心组，10分钟后开风险复盘会。明白。先说清楚，我回来不是庆功，是救项目。今天不追情绪，只追事实。星姐，核心链路补偿对链、客户回血接口3个风险最高。从现在开始，项目拆成4组：架构组查核心链路和数据一致性；算法组补性能压测和异常场景；交付组重排开发、测试、验收节点；客户响应组整理给秦月的正式说明。星姐，之前楚生批的展示版本，要不要直接推翻？不直接推翻，先评估代价，能保留的保留，必须重构的写明理由。我们不靠情绪改项目。那客户那边谁去解释？我来。你们只需要把真实风险和修复路径写清楚，对客户不遮掩、不夸大、不推责。陈总，如果不是技术问题，请先不要打断工程师。星姐，任务都分下去了。好，今晚先把最危险的3条链路救回来。核心链道压测通过了第1轮，但客户回血接口还有延迟。不是接口慢，是补偿队列积压。把除失间隔调出来，先看失败原因分布。找到了，展示版本绕过了检验，失败请求一直重复进对线。保留展示层，补回检验，先切灰度，不动客户主链路。我给大家送点东西，放门口就好，现在不要打断验证。第2条链路过了，异常补偿没有再堆积，客户回血延迟降下来了。跑第3轮，再把失败样本导出来，明天给客户看真实修复路径。星姐，至少能给客户一个交代了。不是交代，是方案。明早我带原型和风险报告去见秦月。程总监，我们要的不是安抚，项目延期、负责人变更、风险说明混乱，这些问题今天必须有答案。我不会安抚，今天只给事实、方案和时间表。你们之前说补偿队列只是小问题，现在又列为最高风险，到底哪个说法是真的？之前的说法不准确，真实问题是展示版本绕扩审查，导致失败请求重复入队。昨夜我们补回校正，3轮压测后回血延迟已经降到验收银值内。你能证明这不是临时补丁吗？能。第1阶段只动补偿校正，不改客户主线络；第2阶段补全异常样本库；第3阶段重新提交验收报告，每一步都有回滚点和负责人。这些风险，你们准备怎么向我们同步？每天1次书面进度，关键链路实时开放指数2版，所有变更先说明影响，再申请确认。你们不需要再靠催问才能知道项目状态。我知道信任不能靠一场汇报恢复，所以今天我不要求你们立刻表态，只请你们先看我们能不能按这张表执行。
这份报告比你们前几次说明清楚得多。清楚只是第一步，后续执行不到位，报告再完整也没有意义。如果我们暂缓追责，星汉能保证每天同步进度，并让我们看到真实数据。可以，权限已经准备好，贵方技术负责人今天就能接入。所有关键扁工先申请确认，再上线验证。那我们暂缓启动违约追责，按你这份计划继续推进2期复核。谢谢信任，星汉会按这份计划接受监督。不是信任星汉，是暂时信任你带的这套流程。确认单我会签，但我也会盯得很紧。应该的。程总监，星海真正让我重新坐回谈判桌的人，不是陈东，是你。陈婉星，启明科技关注你很久了。星辰计划这次危机，你处理的比我们预想的还快。江总找我，不只是为了夸我吧？当然，启明正在组建企业智能平台事业部，我们希望你来做集团副总裁兼 CTO， 负责底层架构和技术团队。薪酬、期权、团队编制都写在里面。我们给你的不是补偿价，是市场价。你在星红被击估，不代表你真的只值那个位置。条件很完整，更重要的是，你不用再花力气证明自己值不值得被尊重。来，启明，你从第一天起就是核心决策层。你们准备的很细，因为我们知道，真正能把3000万项目从危机里拉回来的人，不该只被拿来救火。我知道星汉刚给了你任命，但那家公司怎么对你，你比我清楚。现在走是最好的时机。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暂时不会走。你确定？星汉刚刚才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我确定，至少现在，我还有一件事没做完。星汉刚刚让你坐冷板凳，又把烂摊子交给你救，换成别人早就走了。所以我不是为了原谅谁才留下。那是为什么？因为那些不公平的东西已经被我亲手撕开了。我不是舍不得星辉，我是想看看，一个靠关系和遮掩运转的地方，能不能被改回靠能力和规则运转。你想重建它？至少，我想试一次。看来真正该慌的人已经知道消息了。婉星，我知道启明给的条件不会差，公司可以重新给你定薪，期权比例也可以再谈。陈总，如果我只是为了这个，昨天就不会拒绝启明。那你到底要什么？只要你留下，公司能给的，我尽量协调。我要看的不是公司给我什么，是公司值不值得我留下。第一，技术团队薪酬要和项目贡献挂钩，不能只看汇报层级。第二，建立技术职级，工程师不做管理也能上升。第三，星辰计划项目奖金按真实贡献重新分配。第四，核心成员要有长期激励，不再让做事的人只拿口头表扬。这不是留你一个人的条件。对，这是留住整个技术部的条件。这些改动会触动很多中层利益。那就看公司到底想留住创造价值的人，还是继续安抚占位置的人。陈总，钱能留人一时，规则才能让人愿意留下。今天不是讨论要不要改，是讨论怎么落地。公司决定成立专项改革组。改革组的范围，先只覆盖星辰计划团队，还是整个技术部？
先从星辰计划开始，但规则要能推广到整个技术体系，否则这只是一场补偿，不是改革。奖金和长期激励都涉及预算，短期内压力不小。预算可以分阶段，但口径必须先统一。谁贡献了什么，谁承担了什么风险，不能再靠主管一句话决定。量化贡献当然好，但技术工作很难完全量化，会不会把团队搞得太僵？量化不是只看代码长状，交付结果、风险预警、客户认可、协作评价都要进入评议。真正怕量化的不是复杂工作，是说不清贡献的人。改革组由程婉星牵头，人力、财务、技术代表共同参与，所有规则形成书面版本，内部公示后执行。还有一条，晋升必须有跨部门评议记录，以后谁升为什么升，要让做事的人看得懂。星姐，他们说你借改革制造内部对立，还说技术部要把奖金全抢走。要不要先发一份澄清？现在情绪起来，说明会可能会很冲。不用私下澄清，既然他们把问题发给全员，那就全员面前说清楚。婉星，这封邮件明显是有人带节奏，你现在开会风险不小。躲开风险才会更大。制度改革最怕的不是质疑，是只允许背后质疑。程总监，大家不是反对改革，只是担心以后所有资源都向星辰计划倾斜。那就从数据开始看，这里是就晋升名单，旁边是过去2个季度项目贡献记录。今天不靠职位说话，也不靠匿名邮件说话，谁在创造价值，我们让记录自己回答。这里是就晋升名单，楚生升技术总监，王明升市场主管。再看右边，星辰计划核心链路、压测方案、客户答辩、风险预警，主要责人是谁？管理岗位不只是具体交付，也要看协调能力。可以看协调，那就看会议纪要，谁提出风险，谁解决问题，谁只是把结果写进汇报。这些提醒我们以前写过很多次，不是没人说，是没人听。我也想说，去年测试组拦过一次上线风险，最后奖金算到管理协同里，我们连名字都没出现。改革不是把资源给技术部，也不是把谁拉下来出气，改革是让贡献、责任、风险都能被看见，以后谁创造价值，谁就应该被记录、被评价、被回报。原来他们一直在等这句话。明天下午，改革规则公开说明，所有问题可以当面提。星姐，测试组主动把异常样本库补到2倍了，交付组也把验收材料提前整理完了。先别庆祝，最后一个瓶颈还没过，峰值响应时间卡在阈值边缘。慢请求集中在画像标签合并这一步，以前为了赶展示，缓存策略写得太保守。收到。拆2层，高频标签预热，低频标签异步补齐，先跑灰度样本，不动主库。这次终于不是谁汇报谁有功了，所以更要把结果做扎实，记录会保留，问题也会保留。星姐，全部上线准备项完成。按原排期算，我们提前了2周。原来规则改了，项目真的会变快。不是规则让人变快，是人终于不用把力气浪费在证明自己身上。第一批真实流量进来了。别急，先看5分钟稳定窗口，异常队列、回血延迟、匹配准确率同时报。异常队列正常，回血延迟低于验收阈值，匹配正确率超过客户预期值，峰值响应时间稳定。我们这边看到的数据一致，
第一阶段上线通过。继续观察第二阶段，上线不是结束，是稳定运行的开始。程总监，星辰计划恢复的比我们预期更稳，后续合作范围我们愿意重新讨论。欣姐，行业群也开始改口了，有人说星浩这次不是项目侥幸，是技术体系救回来了。先把上线报告发给客户和董事会，所有数据、问题处理记录都附上。他救回来的不只是一个项目。星姐，我们的名字真的在上面。本来就该在上面。星辰计划能走到今天，靠的不是我当初的安排，而是程晚星和整个团队把项目从风险里拉了回来。过去，我太相信所谓平衡，忽视了真实贡献，也让真正承担责任的人受了委屈，这是我的判断错误。经董事会审议，陈东先生因管理调整辞去星寒科技总裁职务，董事会一致通过，由程婉星女士接任星寒科技总裁兼 CEO。婉星，以后星寒交给你。不是交给我一个人，是交给规则和真正做事的人。昨天我接过了公司印章，今天我想先把一件事说清楚。权力不是用来证明谁更高，而是用来让正确的规则真正执行。从今天开始，技术职级体系正式落地，工程师不必只有转管理一条路，项目贡献、风险预警、客户认可、协作记录都会进入晋升评议。所有细则今天同步发布，接受全员反馈。星辰计划项目奖金按真实贡献重新分配，核心团队长期激励同步启动。以后谁做了事，系统里要有记录；谁承担了责任，评价里要有位置。他比我更适合这个位置。我希望这家公司从今天开始，不再让真正做事的人坐冷板凳，让奋斗者发光。不是一句口号，是星汉以后必须遵守的规则。欣姐，项目组准备好了。那就开始新的任务。